这个白人球探突然意识到，野球场上正在驰骋的少年竟是个天才。只见他单枪匹马冲进对手的防区，马赛回旋，踩单车过人，然后精准传球，仅凭一己之力便轻松突破了重重防守。在其他人还未反应过来时，他再度单脚起球，用一记华丽的凌空抽射完成得分。然而这时的球探却突然指出了他的问题：平衡力不足，运球时头太低，脚也抬得不够高，这些都和职业球员有着巨大差距。然而他的话音刚落，桑提便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此刻即便是征战足坛多年的球探也不由露出了震惊的神情，于是当即不顾一旁教练的劝阻，向他抛出橄榄枝，并邀请桑提参加下周举办的选拔赛。如果他能在球场上得到球队经纪人的青睐，或许就可以进去到顶级球队大放异彩。桑提的双眸也在这一刻闪烁出了向往的光芒，自己那魂牵梦绕数十载的足球梦似乎终于迎来了希望。他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可当桑提激动地将这件事情告诉父亲时，不料父亲却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反而认为桑提的梦想简直可笑至极，甚至还恶语相向地想要他认清事实。Hay dos clases de personas en este mundo, mano. Las que viven en mansiones, personas como nosotros, que le cortamos el zacate, le lavamos los carros. 然而父亲的否定却也让桑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够进入球队，就可以改变他们如今所有的窘迫。于是在选拔赛的这天，他早早便赶到了球场。为了能够打破枷锁，冲出命运的牢笼，这次的桑提不再有任何保留，即便是面对重重围堵，他也依旧游刃有余。凭借灵敏的反应以及闪电般的过人，最终精准地将足球踢进球门。他用近乎完美的表现结束了这场选拔赛。然而此时的经纪人却正沉浸在泳池派对中，毫不掩饰地放了桑提的鸽子。当赢下比赛的他激动地找到球探时，却被对方告知经纪人因事务繁忙，早已提前回到了英国。这简单的三言两句，无疑是对桑提刚刚点燃的梦想宣判了死刑。这一刻的他方才意识到，或许正如父亲所言，理想终究是无法突破现实的重重壁垒。可在看到桑提那落寞的眼神后，球探的心中也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之情。为了弥补这一切，他不惜动用自己在球坛多年的人脉，找到了纽卡斯尔球队的老板，并以自身的名誉作为担保，希望对方可以给予桑提一次试训的机会。可纽卡斯尔作为当时英国最顶尖的球队之一，他们自然不会在乎一个无名小卒。不过在球探的极力劝说下，最终老板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得到对方承诺的格伦当即找到了桑提，可当固执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当场指责格伦不该给桑提灌输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样的白日梦根本不该出现在他的儿子身上。说罢他便愤然转身离去。不过格伦却坚信桑提可以闯出一片天地，于是在临别时他递给了桑提一张名片。可任谁都不会想到，正是这张不起眼的名片竟彻底改变了桑提的一生，更是一度让他成为了绿茵场上的顶级球星。然而想要从加州横跨大半个地球，前往大洋彼岸的英国参加试训又谈何容易，仅仅是一张机票的价格就足以让桑提望而止步。从小他便和家人从墨西哥偷渡前往美国生活，但这里却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偷渡者的身份让他们在这里遭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贫富差距的过大也使得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做些最底层的工作。刚满18岁的桑提也不得不辍学打工，为家庭减轻负担。 Hey boss, I've been a busboy now for 6 months. Why can't I be a waiter? This Chinese restaurant. You're not Chinese. So what? This is America. You're American, I'm American. You have green card? If I had one, could I be a waiter? No. You're not Chinese. Quiet! 好在幸运的是，在桑提昏暗的人生中还有着一道尚未熄灭的曙光，那便是足球。儿时的他便展现出了极强的足球天赋，即便穷困潦倒的他没有钱购买护具，他也总是能在垃圾桶中翻找合适的纸板来代替。对于桑提而言，足球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既然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那么就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争取到那仅存的一线希望，他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无论是在厨房中还是在街道上，都可以看到他孜孜不倦的身影。甚至在工作之余，他还利用自己的天赋和同事打赌，仅只用了2周时间，他便成功赚取到了1200美金的路费。梦想不再是遥不可及，一切也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这天在结束完一天的奔波回到家后，桑提却突然发现家门前竟赫然多出了一辆崭新的货车，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他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查看自己的积蓄，可藏在鞋中的路费却早已不见了踪影。他愤怒地找到了父亲质问，而父亲也并没有否认桑提的猜想。他用4500美元买了辆货车，并且将车子的一半股份送给了桑提，希望用这种方式来阻止他那不切实际的梦。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击碎的不仅只是桑提的梦想，更是他对未来所有的期望。 What I do is take care of my family. In Mexico, I work construction, and at night I clean up in a brothel. But I save enough to bring us to America, make enough for this house. And now we have our own business. That's how things get better. That's how you measure a man's life. It's your life! Not mine.
这一刻的桑提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悲痛，被操控的人生让他几乎喘不上气。他努力的想要逃脱宿命的罗网束缚，可最终却又与既定的命运不期而遇。或许有些东西在出生时没有，在未来也终将成为一种奢望。生活和现实的种种不堪，也不得不让桑提选择放弃自己的梦想。可就在这时，从小便疼爱他的奶奶却突然递给了桑提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前往英国的机票，以及一些皱巴巴的零钱。看着眼前慈祥的奶奶，桑提顿时明白她一定是变卖了自己视若珍宝的首饰。然而奶奶却告诉他，旧时代的产物终将无法在新世界找到属于他的归属，承载新的希望与寄托或许才是他所存在的意义。于是在奶奶的帮助下，桑提终于踏上了自己的逐梦之旅。他穿越雾霭朦胧的山间原野，横渡了长虹卧波的水上木桥，再也没有任何顾忌地冲向远方的诗和未来。但这一路的跋涉也花光了他身上的所有积蓄，身无分文的桑提只好暂时找到了格伦，甚至就连吃早餐的钱也需要格伦的救济。 Just for now. 而在纽卡斯尔这座海边小镇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生活都离不开煤矿，因此足球便成为了这座城市与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同时也是居民们所追求的特殊信仰。而位于纽卡斯尔中心枢纽的圣詹姆斯球场便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足球圣地。当桑提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便被眼前气势磅礴的场馆所彻底震惊。在格伦的带领下，他终于见到了纽卡斯尔队的老板。桑提小心翼翼地和对方握手打招呼，因为此刻他的命运就掌握在对方手中。而格伦也向他介绍起了桑提，但老板显然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在乎的只有球员的实力，毕竟实力才是赢得尊重的唯一方式。于是随后他便带着桑提参加试训的比赛，可这时天空却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以及此刻的桑提还未倒好时差，种种因素导致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十分差强人意。不过好在他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用出一记华丽的彩虹过球，轻松突破了防守。这种方式无疑是一种双刃剑，虽然对球技的要求很高，但同时对防守的职业球员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可糟糕的是，忙着打电话的老板却根本没有看到这一幕，而接下来的结果也可想而知。桑提不出意外地受到了其他球员们的特殊关照，每当他拿到球权时，就会有人立刻冲上来对他进行恶意犯规，而桑提灰头土脸的样子也恰巧被一旁的老板看到，彻底失去耐心的他当即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不过好在教练看出了这些球员们的心思，于是他直接下令给予了桑提一次开球的机会。可早已神志不清的桑提却并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看到这一幕的教练也只能无奈朝着格伦摇了摇头。虽然他也很想帮助自己的好友以及球场上的这名年轻球员，但最终这场试训还是以失败的结果收了尾。他懊悔地找到格伦，解释着自己今天糟糕的表现。My legs wouldn't do when my brain was steady. I'll be better tomorrow, I promise.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tomorrow, Santiago. 机遇往往总是稍纵即逝，一旦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就只能任由风中一声破碎的叹息。然而当得知桑提的经历后，格伦不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同样的出身贫寒，同样的命运不济，但同样都愿意为了那渺茫的希望赴汤蹈火。这一刻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眼前的少年，于是他不顾保安的阻拦，只身闯进了一所豪华的餐厅，并在这里找到了球队的老板。他以自身的名义作为担保，并绞尽脑汁地为桑提争取到了1个月的训练时间。随后他又将自己曾经的球衣送给了桑提，希望他可以带着自己的意志勇往直前。而桑提也并没有让格伦失望，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上次的失败让他明白，空有一腔热血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精致的璞玉需要后天的精雕细琢，厚积薄发的高光更需要前期不断的积累。而在经过一段远超常人的训练后，桑提的体能和技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此刻的他已经做好迎接下次试训的准备。然而他的天赋也很快遭到了其他老队员的妒忌，这也导致他经常在日常训练时遭受对方的各种恶意。忍无可忍的他走上前去想要和他理论，然而对方竟嚣张地将口水吐到了他的脸上。好在教练及时将他们分开，这才避免了一场冲突。而从其他队友口中得知，先前和他发生冲突的球员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2年时间，但由于实力不足，再过几个月时间他就要被球队裁掉。队友的话也不由让桑提感到了危机，同时也让他更加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于是在接下来的几次训练中，他完全不顾教练的战术安排，只顾单打独斗，展现着自我英雄主义。即便此时的队友占据优势的位置，他也没有选择传球，导致最终错过了最佳射门的机会。而看到这一幕的老板当即叫停了比赛，并单独将桑提叫了过来。虽然桑提一个人就成功撕裂了对手的整个防线，但足球永远不是一个人的比赛。随后老板命令桑提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球门，而他却只是随意一脚，足球便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轻松超越了桑提。一连几次尝试过后，桑提依旧无法成功，而这正是老板想要告诉他的道理：人永远无法跑过足球，胸前的队名也永远要比背后个人的名字重要。为了能让桑提明白团队的
的重要性，格伦也亲自带他前往球场观看比赛，而这场比赛也关乎着纽卡斯尔的生死之战，只有拿下今天的比赛才能获得进入欧冠的入场券。这天，所有的球迷们都围坐在电视机前，大喊着不死鸟来为家乡球队打气加油。然而这场比赛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在对手的严防死守下，纽卡斯尔队根本无法造成任何有威胁的进攻，反而因为当家球星盖文的严重失误，导致对手切尔西领先完成一次进球。更糟糕的是，在一次突破进攻时，主力前锋不慎被对方的一记滑铲铲倒，最终彻底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好在下半场他们及时调整了战术，将重心全部放在了传导球上。终于在比赛的最后5分钟，纽卡斯尔通过中路推进分边，然后再从边路传向中路，由克鲁伊维特的一记头球极限破门，为球队拿下了至关重要的1分。这一刻，即便是观众席上的桑提也难以克制内心的激动，他也终于理解了老板所说的团队合作，但同时也激发了他想上场踢球的渴望。当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穿过清晨的层层雾霭，吐出那一抹淡淡的朝霞，桑提总会第一个准时出现在球场，在绿草如茵间感受着酣畅淋漓的踢球快感，直至晚霞沉入云烟，星空点缀山河，桑提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球场。而这一幕都被恰巧经过的老板看在眼中，他决定给予这个少年一次机会。于是第二天，桑提的名字便出现在了出战名单上，这也意味着他终于获得了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而在收获事业上希望的同时，桑提也在一次职业体检中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位名叫安娜的女孩是当地医院的一名护士，尽管两人聊得很是投机，但最终桑提还是对她撒了谎，因为她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哮喘，他担心这件事如果暴露后，老板会将他从球队开除，所以在平时的训练中他都十分小心。可即便如此，在一次赛后休息时，这个秘密还是被之前针对过他的那名球员所看到。而时间也很快来到了桑提正式参加比赛的这天，在即将上场前，桑提像往常一样拿出了哮喘喷剂，可就在他准备服用药物时，却不慎将其掉在了地上。而这时路过的死对头竟故意将他的喷剂踩碎，即便明知对方是有意针对自己，可这时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场。可没过多久，他便因呼吸问题频频出现失误，双脚仿佛都被灌了铅般，根本无法快速跑位，每一次的跑位都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这也导致他在整个上半场全程不在状态，更是多次被对手撞倒在地。看到这一幕的老板也彻底对他失去了耐心，无奈之下教练也只好将他换下场来。而桑提3番2次的出现状况也让教练对此十分不解，他明明拥有着过人的天赋以及不屈的毅力，可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意外？而在比赛过后，他也找到桑提，并向他问出了自己的疑虑，可对此桑提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无奈之下，教练也只好对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坚持多年的梦想在这一刻被彻底画上了句号。即便心中有着万般的不甘，但桑提还是拿起自己的东西走出了休息室。他独自漫步在这座海滨小镇的街头，余晖洒在他的身上，但却只映衬出了一道落寞的身影。过往的一幕幕仿佛电影般出现在他的眼前，或许只有经历了人间的平仄，才更懂得追逐梦想的不易。他给自己的恩师格伦留下了一封道谢信，然后吻别了那个他曾爱慕过的女孩。在做完这一切后，桑提满怀愧疚地坐上了出租车，准备回到那个他最想逃离的家乡。可就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一位打扮严密的男人却突然拦下了出租车。当他打开车门后，便一眼认出了桑提，而此人正是纽卡斯尔队的当家球星盖文。原来年少成名的他总是流连于各路美女之间，昨晚的一夜春光险些让他忘记今天重要的训练，这才迫不得已拦下了桑提的出租车。而在了解到其中的来龙去脉后，盖文也带着桑提重新回到了球队，并亲自找到了老板为他求情。毕竟桑提的努力早已被球队的所有人看在眼中，同时他还向老板解释了桑提之前发挥失常的缘由，以及他患有哮喘的事实。You see,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was he lost his inhaler. He's got asthma, for God's sake. This is true. Yes, sir, but I try to hide it. Lying is a problem. Asthma is not. You can get shots, medication, acupuncture. People keep pleading your case, Muniz. All I want to do is prove them right, sir. If you give me the chance. You think you deserve it? I know I do. 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最终老板还是决定再给桑提一次机会。如果他的发挥依旧不尽人意，那么他也将会彻底被纽卡斯尔除名。不过此刻的桑提却有着绝对的信心，不会让老板失望。在接下来的预备队比赛中，重振旗鼓的桑提也将压抑许久的实力尽数爆发。他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打破了先前的所有质疑，就算被对手恶意铲伤，他也仍旧咬牙坚持了下去，迈着灵巧的脚步迅速带球突破，在一脚大力直踢完美的破门，精湛的操作顿时收获了全场的欢呼，甚至就连频频和他
作对的死对头也主动上前和他握手言和，最终他的努力也终于迎来了收获。这天，桑提被珀格提名加入到了纽卡斯尔的主队，这也意味着他终于可以登上那个他梦寐以求的舞台，向着更多人展现自己的天赋。他也从格伦的家中搬进了盖文的豪宅，而事业的蒸蒸日上也往往伴随着爱情的野蛮生长。桑提和安娜的感情也在此期间迅速升温，他们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而随着桑提的名气越来越大，那些之前曾看不起他的经纪人也纷纷找到了他，并希望可以和他签约，但这些都被桑提果断回绝。很快，桑提便跟随主队前往了伦敦，参加与富勒姆的英超比赛。虽然只是一名替补球员，但这依旧无法掩盖住桑提此刻的心情。在赛前，他也激动地给家人打去电话，希望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可父亲却始终对他的不告而别耿耿于怀，最终他以工作为由拒绝了和他说话，这也不由让桑提的内心多了些许的失落。不过好在格伦和安娜都守在电视机前，默默地为他打气加油。而桑提不知道的是，在那位冷漠的父亲心中，却一直存有着对儿子的牵挂。从不喝酒的他也第一次走进了一家酒馆，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他此刻却比任何人都认真地看着屏幕。而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都十分重要，在联赛只剩下最后2轮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全胜才能进入欧冠联赛，而这次对手更是实力强大的利物浦队。因此比赛刚刚开始，双方球队便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阵容，这也导致即便纽卡斯尔队拿到球权，也根本无法突破对手的防线，唯一一次射门的机会也被盖文失误打偏。更糟糕的是，一名急于求成的队友在一次争夺球权时不慎被对手的一记肘击击中，这也让本就多伤的纽卡斯尔更加雪上加霜。无奈之下，老板也只好让首次参赛的桑提上场。而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桑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在登上绿茵场的那一刻，他心中的斗志也瞬间被再次点燃。 That's my son. That's my boy, Santiago. I'm his father. 从前一直以为父爱是克制，但其实他只是爱的深沉，不愿将自己的真实情感展现出来。而初露头角的桑提也很快展现出了过人的实力，即便是面对对手的层层围堵，他也能够凭借着自己超强的突破轻松突出重围。那道疾驰的黑色闪电也几乎主宰了整场比赛。眼看势不可挡的桑提即将闯入禁区，对手不得已之下只好使用犯规来阻止他的脚步，但这也为球队争取到了一次宝贵的点球。而这个重担也再次落到了当家球星盖文的身上。此刻，所有的球迷们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刻。好在盖文最终顶住了这巨大的压力，在虚晃一脚后成功完成了破门，而这粒点球也帮助球队拿到了至关重要的3个积分点。在场的所有球迷都激动地起身欢呼，甚至就连双腿残疾多年的老人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远在大洋彼岸的父亲更是激动地抱头痛哭。然而，作为这场比赛胜利最大功臣的桑提，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夸赞，反而被老板一顿训斥。因为在对手进行犯规前，他明明有机会将球传给位置更好的队友。虽然最终他们赢下了这场比赛，但孤傲的个人主义是球队所不能允许的。老板的话顿时给桑提泼了一盆冷水。不过好在盖文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并一同来到了酒吧为这场胜利庆祝。而在这里，桑提也遇到了自己的偶像贝克汉姆，他毫不吝啬地称赞了桑提的球技。随后，桑提又遇到了齐达内以及劳尔等众多顶级球星，而这群巨星们的赏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足球道路。可在获得他人尊重的同时，也往往会面对更多的诱惑。即便桑提守住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底线，但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拍照高价卖给了报社。而很快，老板也看到了这张报纸，他指责桑提的不检行为极大地有损了球队的形象。面对报纸上断章取义的一角，即便桑提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最终也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Mr. Dornhelm, it's not my fault. It is your fault you exposed yourself to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ho is the other player? The other one? It says there are 2 Newcastle players. Who is the other one? 面对老板的质问，桑提并没有供出盖文，而是选择独自承担下了这次的责任。而同样对这件事情感到不安的还有桑提的女友安娜。可当桑提赶到医院想要为此做出解释时，却被安娜告知他在球队最好的朋友受到了重伤，半月板破碎以及十字韧带的撕裂，也宣告着他的职业生涯将彻底结束。即便心中有着万般的不甘，但这却是很多球员都无法逃避的命运。看着队友落寞的神情，桑提也突然意识到，或许留给自己追逐梦想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而在这一刻，他也终于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他找到了盖文，并打算不会再和他鬼混。同时，他也希望这位曾帮助过自己的队友能够断绝和那些狐朋狗友的来往。在做完这些后，桑提也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投入进了日常训练中，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他也要绽放的绚丽多彩。可就在这时，格伦却突然找到了他，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让桑提愧疚一生的消息：他的父亲在一次外出工作时不慎突发心脏病，即便医生及时赶到，可最终他还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得知这一噩耗的桑提顿时悲痛至极，父亲的离世也成为了他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但这份遗憾却也让他再度陷入了迷茫，一边是回去帮父亲处理后事，一边又是即将到来的决赛。桑提坐在机场思考了许久，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留下，因为他不想让这成为放弃梦想的借口。 I'm sitting in the airport, and I think to myself, at least now I have an excuse.
He took away my self-belief. He made it impossible to have aspiration. You understand? Yes. I don't need an excuse.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tell me I'm not good enough is you. And even then, I may not agree with you. 真正的热爱从不后退，梦想的一往无前也终将会带走所有悲伤。桑提将那份对父亲的愧疚埋藏在了心田中，而远在大洋彼岸的奶奶也支持了他的决定，因为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会使人真正的成熟起来。为了迎接接下来的比赛，桑提每天都会独自加练到深夜。老板明白他是在掩饰心中的悲伤，可桑提仍旧强装镇定地表示，自己只想试试在球场上的感觉。Just wanted to see what it felt like. We'll find out Saturday. 而与此同时，盖文也找到了老板，他主动坦白了那张报纸上的事实，承认了那天另外一名球员正是他自己，同时也主动承担了这起事件的所有责任。然而老板却并没有怪罪他们，毕竟所有人都会犯错，同时他也希望盖文可以为年轻球员们做好榜样。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boss. 而在不久后，这场备受关注的决赛也终于被拉开序幕，而纽卡斯尔也迎来了他们和利物浦的最终一战。这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联赛，可由于积分稍微落后于对方，所以他们必须要在90分钟内取胜，否则就算平球也会被宣告失败。这也使得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着这场比赛，整座城市的街道上更是空无一人。远在故乡的奶奶同样带着孙子走进了酒馆，他们要在这里见证桑提的高光时刻。然而这场比赛却远比想象中的要更加艰难。面对利物浦近乎完美的防守节奏，纽卡斯尔根本找不到任何进攻机会，但对那份冠军荣誉的追逐却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每个人。在一次防守时，球队的前锋舒利亚成功完成了一次抢断，他瞅准时机将球传给了赶来支援的桑提，而桑提则是用了一记超远距离的远传，成功助攻盖文完成头球破门。这一幕顿时点燃了全场所有球迷的激情。It's a dream start for Newcastle. 然而利物浦也很快就展现出了绝对的实力，纽卡斯尔在一次防守过程中不小心犯规，葬送给了利物浦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而在拿到球权后，他们快速组织了反击，眼看对方即将就要冲进禁区，无奈之下纽队也只好使用犯规，但这也让对方获得了一次角球。而利物浦也借助这次机会成功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状态火热的利物浦再次乘胜追击，后卫强势截断纽卡斯尔的底传，然后快速突破，以一记抽射夺回优势。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便连丢2球，球员们的情绪也顿时低落到了极点，这也导致他们在下半场刚刚开始就出现严重失误。好在对手并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否则这场比赛也将提前结束。而在经历了这次惊心动魄的防守后，纽卡斯尔的球员们也很快找回了状态。拿到球权后的桑提也开始发起反击，凭借着自己超强的运球天赋，他竟硬生生撕开了对手的防线，以一人之力连过对手多人的防守。但这一次他却并没有选择自己射门，而是将球传给了位置更好的盖文，而盖文也抓住机会，用一脚漂亮的凌空扫射成功将比分追平。同时桑提出色的表现也彻底唤醒了队友们的斗志，但此刻还不是庆祝的时候。眼看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了几分钟时间，如果不能将比分反超，那么积分落后的他们也将输掉这场比赛。可面对利物浦的层层防守，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进攻的机会。就在这关键时刻，桑提再次挺身而出，他用一记妙传将球传给了中场的盖文，成功帮助他创造出了一次射门的机会。这也导致对手不得不采用犯规战术来阻止，而这也让队伍获得一次罚球的机会。更让人意外的是，盖文竟将这次机会让给了桑提。此刻所有球迷的目光都锁定在了桑提身上，是否能够完成比分反超就看这关键一球。可桑提又是否能够顶住压力，逆转整个结局。随着足球冲进球门，也意味着桑提终于打破了那道命运的枷锁。而随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纽卡斯尔也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全国冠军。顿时全场都在高呼着桑提的名字。而就在这时，看台上的格伦却突然冲进球场找到了他，并递给了他奶奶打来的电话。奶奶告诉桑提，原来他的父亲从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他的一切。他从酒吧球迷的口中得知了在上次比赛时，他也曾在电视前呐喊着为他打气加油。Hey, Glenn! You know when I played against Fulham? My dad saw the game! He saw me play, man! Probably watching you right now!
小时候的我们词不达意，长大后的我们言不由衷，这样有些爱还未来得及说出口，就永远的沉溺在了心底。时间或许会磨平生活中的一切，但却无法磨灭掉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牵挂。当岁月吹远年华，驻足回首往昔时，我们终会发现，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注定充满了悲痛与迷茫，有生离死别的苦楚，有万已是心的痛苦，有无人问津的寂寞，有暴雨倾盆的无助，有突如其来的意外，有精疲力尽的绝望，也有幡然悔悟的自责。但只要向着终点再多看一眼，向着破败的过去踢出临门一脚，就一定能够冲破桎梏，突破极限，迎来人生的峰回路转。